93年之后，房地产又上升的蛮多的。但是我不能卖掉，卖掉我要去买别的房子。就是你回美国要住的这个房子，对啊，刚需这个是。等我哪一天回来了，我彻底搬回来了，那个房子就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你在美国的话买了几套房子？我买房子哈，第一次买的是1400平方尺那个平房。那么按照我们的平方来算，大概是几个平方？150吧。那个房子我买的时候82000块美元，然后带后院。这个房子呢是建在别人的一个大的院子里面，就是老房子，它带了一个很大的院子，在西雅图啊。西雅图。然后这个院子呢，因为老人去世了，他的儿女呢就把这个房子的那个土地先分割完了，在那个院子里面建了两幢相对比较小一点的房子。那么我就是买的其中的一幢。那房子呢也不是特别大，是平房。那么它有3间屋，2个厅。是几年的时候买的？我是87年的时候。8万多美金。对，这个价格的话，在当年这个房子应该是就算一般性的房子。一般，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那个当时这个房价呢，贷款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税务上面的优惠。第一次购房者，联邦政府给予的30%。当你每年要交的所得税3000块一年的话，那它那个30%，也就是将近1000块，那个可以从这个税里面减掉。那我就是本来要交3000块，那我现在就交2100块不到一点。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联邦的帮助的一个东西。那么这是你的第一个房子？第一个房子，对啊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我又换了一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呢，93年的时候我卖掉了。卖掉是多少钱？卖掉13.4万啊，涨了几万没？对，我等于白住了几年啊，白住了。还有点赚。这个房子是属于西雅图的市区还是说？不属于市区，是周边啊，周边啊。那这个房子呢，我卖得早了。后来买我房子的那个人呢，他住了几年呢，他又卖掉，他卖了37万。哇，真是不得了！哇，涨得快！我没办法想象，他13.4万买的，他卖掉37万。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象，怎么会卖那么高？那么你是换到哪里去了呢？第一个房子在西雅图的北区，然后我又换的这个第二个房子呢是在东区。东区呢就是在微软公司那边，然后呢我在微软的那个就是开市客的总部啊，网友们知道吗？开市客的总部在美国的总部就在 Issaquah， 就搬到那边去了。搬过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房子要换大一点，因为我第二个孩子马上出生了，那这个房子呢就相对要大很多了。按这里来说就是250平，他那个房子呢带一个院子很大，那个院子呢将近2英亩，1.5英亩多，所以这个土地呢也是包括在这个房产一起的。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大概20多万，现在涨价涨了100万都不止了。这个房子是你到现在的那套房子吗？还是后面又换了？后面没换。就一直到现在的。所以那个是93年的时候买的。93年之后，房地产又上升的蛮多的。但是我不能卖掉，卖掉我要去买别的房子。就是你回美国要住的这个房子，对啊，刚需这个是。等我哪一天回来了，我彻底搬回来了，那个房子就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还是说有打算把那个房子卖掉，彻底回中国？对呀。有这个打算的。有。那么就是说，在美国的话，除了你这个房子上面会有一些这个投资之外，其他方面会有吗？其他可以买点股票啊、基金啊，这些都可以买一点的。那么投入呢，也就是为退休嘛。它有那个分红嘛，基金有分红，股市也有，当然也有亏也有赚，这个风险当然自己要承担了。对。